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修一台 DVD， 它这个问题呢是突然电之后呢，点开机键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拆开以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一共是2块板的。这一块板呢是电源板，然后这一块是它的主板。像这个电器不通电，大部分问题都是出现在这个电源板的问题上面。我们主要就是检查一下电源板。在检查电源板之前，我们首先测量一下这个电源线还有开关有没有问题。如果它们有问题之后，这个 EVD 它也是不会通电的。电源线是没问题的，然后再测量一下这个开关，开关也是没问题的。像这种情况应该就是这个电源板的问题了。我们把这个电源板给它拆下来，先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背面有没有开汗虚汗的地方，并没有发现。然后上面这些元件也没有明显发现有烧坏的，也没有发现有烧糊的。我们先看一下，这儿是有个保险的，我们先用腕表再测量一下这保险，看它有没有烧断。从外观上来看，这个保险它是不坏的，我们用腕表再测量一下，是没问题的这个保险。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就是给它先通上电，然后用腕表再测量一下它的电压，看正常不正常。通上电以后呢，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上面这个主滤波电容上面有没有300伏的电压。332伏，它的电压是有的。然后再检查一下变压器的初级线圈上面有没有300伏电压，这也是有的，332伏，有电压，它这个输出是没有的。像这个问题它是出现在这个低压部分，是这块有问题了。我们主要检查一下低压部分的元件。把电断了以后呢，我们先看一下低压部分，上面就几个二极管，然后几个电容。我们首先呢要检查一下这几个快速恢复二极管，这儿一个个头大的，然后这儿还有2个个头小的。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个头大的，用二极管档测量一下，看一下它有没有短路击穿。好像已经击穿了这个，我们先把它拆下来以后再测量一下。拆下来以后呢，我们再测量一下，这样的话测量会比较准确一点。我们看一下已经击穿了这个，我们先看看它的型号，这是一个，它型号是 SR350，它是一个3安50伏的肖特级二极管。然后呢，我这手里面正好有一个 SR5100 的，这是一个5安100伏的，这个耐压值更高。我们把这个换上去来试一下，看一下这个 DVD 能不能修好。好，我现在已经把它换上去了，别的元件呢并没有发现有坏的。现在呢，我们就给它通上电来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到底能不能修好。开始通电，然后我们就要开机了。开机，已经有电了，是吧？故障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二极管烧坏了。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些螺丝刀，它还有2个隐藏的功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先看一下，无论是这种1字的螺丝刀，还是这种10字的，它们的每个手柄上面，我们看一下都有一个这样的圆孔。其实呢，厂家设计这个螺丝刀呢，这个圆孔并不是说为了美观而设计的，其实呢，它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重要的功能。今天视频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特别是第2种，它的功能最实用、最好用。首先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螺丝刀这个第一个妙用。首先我们看啊，这边这个螺丝呢是一个内六角的，然后呢我们找一个内六角这个扳手给它放进去啊，正合适。然后呢我们拆它的时候，因为这个螺丝啊非常的紧，我们这样拆不下来怎么办呢？因为啊这个扳手啊这一节比较短，所以说我们用再大的力也很不容易把它能拆下来。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用螺丝刀上面这个孔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好，放进去之后，然后呢我们这样再用力，就能很轻松的把这个螺丝给它拆下来。这个原理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吧？非常简单，是不是？就是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这是它的第一个好用的方法。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它的第2个妙用。我们拆这种
不容易拆的螺丝啊，就是怎么拆也拆不掉的螺丝的时候，我们呢就不要硬拆了。如果硬拆呢，就会把螺丝上面这个十字花给它弄坏，然后呢就更不好拆了。引起弄坏十字花这个原因呢，就是啊我们在使用这个螺丝刀的时候，没有特别用力的往里面按，就直接拧了。所以说这样直接拧的情况下，就会把这花给弄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在拆螺丝的时候，就需要用到上面这个孔了。它呢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个螺丝给拆掉。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拆一些大点的螺丝的时候，如果这个拧这个力度不够的情况下，也可以用到这个孔了。我们拆这种螺丝的时候，首先呢，先把这个螺丝刀对准这个螺丝之后，然后呢用锤子这样敲击，先把这个螺丝呢给它震松，震松了之后，然后呢我们一只手要用力的推住这个螺丝刀，然后呢需要找另外一个螺丝刀，把它插在螺丝刀这个孔里面。插进去之后呢，我们看啊，一只手用力推下去，另外一只手呢，我们给它逆时针这样旋转，就能很快的把上面这个螺丝给它拆下来。这个呢就是螺丝刀它的上面这个孔第二个妙用。我们看一下，很轻松啊就可以把上面这个螺丝拆下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假如啊我们拧这个螺丝的时候拧得非常的紧，我们在用力的过程中，这儿老是手滑抓不住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啊把另外这个螺丝刀给它穿在里面去，然后呢我们这样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螺丝给它能拆下来。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的好用呢？大家有什么不同看法的，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朋友们大家好，像我们使用的这种充电式的锂电蛋，当我们长时间使用它干活的时候啊，用一段时间这个电池就没有电了，我们如果把它拿去充电的情况下，就不能干活使用了。像这种情况，我们如果再买一块好一点的电池的情况下，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呢，今天视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电钻给它改装一下，改装成是两用的，无论是用电池供电或者是外置电源供电，都可以让我们接着再用。首先咱们看一下，我这儿有3个电源，先看这个小的，这是一个12伏5安的，不建议使用这种小个的，最好呢就使用这2种都可以。这种呢是大功率开关电源，或者是从旧电脑上面拆一个电源。我这呢就是从一个旧电脑上面拆下来的，因为这个电脑就10几年前的，电脑已经坏了，所以说这个电源啊我一直在保留着。咱们先看一下它的输出电压呢有好几组，它有一组啊输出的电压是12伏14安，咱们就用这个给它改装一下。首先呢咱们先把电池拔掉，然后呢看一下电池上面这3个铁片，中间这个我们可以不用管它，然后主要就是看一下这2个，这个加号这儿就是正极，然后减号这儿就是负极，它相对应的这个里面呢也有2个铁片，先看一下这儿一个，这个呢就说明这儿是正极，然后它对应的负极就是这个。然后呢我们可以啊改装的时候可以找个这样的插簧连接根线，然后在正极这儿插上一条线，然后在负极这儿插上一条线，就可以作为这个供电的电源来使用。但是啊这个往上面插不好插，还容易掉。现在啊咱们就采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呢把它拆开，在里面给它改装一下。拆开以后啊，咱们在它的内部加一个电源 DC 的插头。我想把这个呢安装在这个位置，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内部空间够不够。装上电池以后，咱们把这个放到里面，完全没问题啊，可以放得下。好，现在把电池拆下来，然后把这个开关总成也给它拆下来。接下来呢就需要在这儿给它先开个槽，然后呢把这个插座给它放进去，试一下合适不合适，还行是吧？正好。然后啊找到电池的正负极，正负极相连接的分别是这2个点，先在负极上面焊一条黑色的线，然后在这个红色的上面焊这条线，这条红色的就是正极，然后呢就把这些配件再给它装上。接下来呢就把这2条线分别接在 DC 插座的正负极上面，最后边的中间这个是它的正极，我们先接这个正极，然后呢接下边一个负极，这负极呢其余这2个其实都是负极，随便接上都行。
然后呢，把这些线往里面给它塞一下。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插头在里面还是比较牢固的，如果不牢固的情况下，就给它打点热熔胶给它固定一下。就这样基本就改好了。使用外置电源的时候呢，在这儿插个插头就可以了。然后锂电呢也可以接着再用。咱们看啊，它们是互不干扰的，看是吧？然后呢，咱们把这外壳给它装起来。咱们把这个电源拿出来，找到上面的黑色和黄色的这两条线，黑色的是它的电源负极，然后黄色的是它的12伏输出的正极。然后啊，接下来就是还需要一条就这样的插头，这个呢把它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把它连接起来。连接好以后，用胶带缠一下，做个绝缘。然后接完正极，再接另外这个负极。然后呢，把这个电源插头给它插在电钻上面。插好以后啊，在这个最大的插头上面找到这条绿色的线，然后呢，任意和一条黑色的线给它连接起来。看一下风扇就启动了，是吧？这个时候呢，就有电了。咱们看一下，听这个转的非常有劲儿，是吧？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当它没有电的时候，我们去给它充电，然后呢，就可以用这个外置电源给它工作来使用。当它充完电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把它再拔下来，然后把这个电池呢再装上，就可以两用了。好了，视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才知道，原来内六角扳手还有2个隐藏的功能，每个呢都非常的实用。今天视频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看啊，当我们用内六角拆螺丝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假如呢想拆这个螺丝，当我们把这内六角呢放进去以后呢，发现啊这个根本卡不住，内六角的扳手呢太小了。但是呢我这个呢已经是最大号了，放进去啊还是不能使用。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啊把这个内六角扳手呢可以呢给它组合起来使用。我们来看，首先呢先给它放进去一个，然后呢这边还有缝隙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找一个和这个缝隙大小一样的另外一个内六角扳手，给它塞到这个里面去。我们把这2个呢同时给它塞进去。好，塞完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这样在拧的时候呢，就可以啊很轻松把这螺丝拆下来了。看一下，这样扭矩还是非常大的，无论是拆或者是装，都能很轻松的拆卸螺丝。看，非常的好用是吧？这个方法。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假如呢这个螺丝比刚才的还要大一点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缝隙就更大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呢用这2个呢就没有办法用了，卡不住了。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小的给它拿出来，然后呢找一个大小和它一样合适的，就和这缝隙一样合适的，用另外一个内六角扳手给它一块塞进去。塞进去以后啊，我们来看，这样呢也可以轻松的拧这个稍微大点的螺丝，是吧？如果这个更大点的螺丝拆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如果2个卡不住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呢给它多塞一个，也可以塞3个，也可以拆这样的螺丝。因为没有同样大小的规格的内六角扳手，所以呢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来拆这种螺丝。这个呢就是内六角扳手它的第1个妙用。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它的第2个妙用。首先我们把这个先拿出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出的这些内六角扳手呢，一般在另外这一头这部分呢都是有一个这样形状的，类似于和球头一样的。我们看就这样的，厂家设计它呢是有原因的，不是平白无故来设计的。其实呢它也有一个隐藏的功能，就是当我们拆螺丝的时候，首先还是一样拿一条螺丝，因为这个扳手和螺丝大小型号一样，拆的时候呢一般都是用这头拆是吧？放进去后，因为这样不能来回，没有间隙不能活动，在一些特殊场合，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狭小空间的时候，假如这个螺丝上面呢挡着一个东西，我们在拆的时候呢就只能这个扳手呢斜着放进去，这样放是肯定放不进去的，所以说呢就可以用这头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头呢就可以放进去，这样斜着来拆。看一下，无论是这样放还是这样放还是这样放，都是可以
轻松的把这个螺丝拆下来。我们来测试啊，看这样一拧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螺丝给拧下来了，是吧？可以斜着来使用。这个呢就是内六角扳手它的第二个妙用。大家如果还有更好用的方法，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Hello，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视频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如何用手机来调用高速路口上面的监控摄像头。这样呢，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就可以实时的来观看高速路上面的车辆拥堵情况。一般的出门的时候呢，一些朋友经常使用的都是这个导航软件，是吧？打开软件之后呢，但是呢，它这个拥堵情况一般是不能实时观看的，它最多呢也就提示哪一节道路比较拥堵，哪一节呢比较畅通，但是呢是根本看不到路面上面的一些信息的。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就特别简单的方法，只需要呢在手机上就可以观看摄像头。首先呢，我们打开这个微信，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啊。打开之后呢，我们在这儿点击这个搜索放大镜这儿，点开以后，在这儿呢，像河南的朋友可以选择这个河南高速，点开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左下角这儿有个高速路况，点开，然后呢这儿也分为两项，上面这项呢是路况信息，我们可以先点开它，来看一下哪一节道路正在施工是不能通行的，比如就这些啊，正在施工不能通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避免这节道路，然后呢我们再点这个高速路况。咱们点开这个下面这个语音视频，打开之后呢，我们看一下，上面显示的这些密密麻麻的，这些呢都是高速路上面的监控摄像头。然后在这个画面左下角，这儿分种类还有好几种啊，这儿有全部、路况、道路、服务区、收费站、隧道、桥梁。其实这些我们都可以来调用上面的监控摄像头来观看的。我们现在呢就先随便打开一个摄像头来看一下。打开摄像头的速度呢是根据网速来决定的。好，打开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高速上面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是吧？然后呢这个画面也可以来全屏来播放。好，上面的日期呢就是现在的实时日期是2月8号17点30分，看一下这车辆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些监控摄像头。这些呢我们都是可以来点开它的。我们再换另外一个，看一下这个平顶山市的这一节道路呢，现在目前情况车辆是比较少的，看一下几分钟过来一辆车，是吧？车辆比较少。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来选择像服务区啦、收费站啦，我们点个收费站，可以来看一下这高速路口，看一下这个路况信息。我们随便来点一个义城区G4京港澳高速口，这儿呢车辆是比较少的。然后再换另外一个来看一下，这个呢这是平桥区的京港澳高速口，这儿呢高速口看着车辆并不多，然后这边呢车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少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服务区。服务区相对来说这些都是服务区的监控摄像头。然后就是这个隧道，来看一下隧道的摄像头比较少一点，然后还有桥梁好像就更少一点。最主要我们观看的就是这个道路上面的摄像头，是吧？道路上面的是最多的，看一下非常的多，是吧？给我们出行带来很多方便。如果大家呢是哪个省份的，可以搜索各自省份的公众号，然后就可以这样在手机上来观看高速上面的情况了。家里的电风扇坏了以后，千万不要把它扔掉，只需要花10块钱买个万能主板，用螺丝刀把线接上就能使用，超级简单，不用电烙铁就能安装好。今天维修一台电风扇，它上面的坏的元件是太多了，没有价值维修了。然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种万能主板的一个安装方法，其实操作起来是很简单的。这个万能主板呢还带一个遥控器，使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安装方法。首先我们先把这条电源线，我们看一下，先把电源线我们给它先剪断，裁下来，然后呢给它先拨出线头，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万能板子，
这儿进线这边有3个，一个是公共线，一个火线，一个零线。我们把这个电源线呢，这个红色的先接在火线上。其实啊，这2条线随便接的，火线、零线是没有区分的，直接给它接上就行。先把这2条线我们给它接上，然后再接另外一条电源线。OK， 这个电源线接好了。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旧板子上面，这个有标注啊，1、2、3，这是3个档位。这个蓝色的是1档，我们先把这个1档给它先剪掉。剪掉之后，我们把这个再给它拧到新板子上面，先给它拨出线头。好，拨出线头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板子，这儿也有个1，这就是1档，我们给它接在1档这个上面。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白色的在这儿标注是2，这就是2档的，我们把它给剪掉，还是先拨出线头，一样装在对应的位置，装在这个新板子上面。看一下这个也是个标注这个2的地方，给它拧到这儿。其实很简单，就这几条线对应的给它装上就行。红色的是3档，把它剪下来，拨住线头之后，给它接在新板子3档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黑色的这条线，上面标注一个 S， 我们把它给剪掉。这就是一个摇头电机的线，我们把它接在这个摇头这上面。把这线都给它拧结实。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边一个公共线是没有接线的，再看一下这3条线是接在这个位置，我们把它还是一样给它剪下来。这条线呢，我们就给它接在新版的这个公共线上面，就这样就接好了。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板子呢给它固定在这个电扇里面就可以了。装壳之前呢，我们先给它充上电来测试一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好，能听到滴的一声。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开关，这个风扇并不转。然后试一下摇头，是可以正常摇头。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它这个电机也坏了，我感觉我应该去买彩票去，今天中奖了。这是换的新电机，我们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正常转，可以转是吧？然后这个风速也是可以调的，关机也没问题。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当时真的是吓死了，出来就发现他的手就被炸黑了，硬币也被炸了一个拐角。怎么可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其实呢，只需要给这个充电口啊，简单的给它处理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不处理的情况下呢，刚才啊视频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小孩是吧？他用一个硬币塞到这个充电口里面了。当塞进去以后啊，这个2条线它就会短路，这样呢就会听到砰一声，然后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解决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啊，只需要呢一个这样的小黑豆，把它接在这个充电口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处理方法。上面这个小黑豆啊，其实可以找个报废的电动车充电器，或者是一个报废的其他的电路板，一般都有这种小黑豆。我们看啊，这个电动车充电器看到没有？这边2个，这边1个，本来是这边4个，然后拆走3个了，所以说剩1个。这个呢也是一个报废电动车充电器，我们呢只需要拆个这样的小黑豆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电烙铁的朋友，可以用剪刀把它剪下来也可以。好，我们先拆一个。来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型号，它是 EN5408，这2头是不一样的啊。先看这一头呢是有个白杠，而这一头没有。好，现在咱们把它给安装上。安装的时候呢，首先啊，先找到充电口的这个充电口，然后找到这个红色的这条线，先把这个红色的线从电瓶上面给它拆下来。拆开之后呢，然后我们
把刚才这个小黑豆给它焊上。焊的时候呢，一定要区分好，没有白杠的这一头给它焊在这条线上面。焊好以后，给它套个热缩管，然后用打火机烤一下。如果没有热缩管，用电工的绝缘胶带缠上也可以。烤完之后，然后把这头呢，给它窝一个半圈，窝成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步呢，就是把它再拧上，拧牢固就可以了。OK， 我们看一下，这样呢就改装好了。然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下啊，用腕表来测量一下，看一下这个充电口上面有没有电。如果没有电啊，问题就完美的解决了。我们看，确实没有电。刚才我们接上的这个小黑豆啊，它的作用呢，它就是可以防止就是电瓶里的电不让它往外输出。它的作用呢，只让它输入，不让它输出。所以我们在测量的时候，它是没有电的。如果这个时候啊，小孩子再用这个硬币塞进去的情况下呢，它是不会发生危险的，因为它没有电。然后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能不能给它充电。如果能充电呢，就说明这个问题完美的解决了。我们来看一下，没充电的时候是绿色的灯，把这头插上来看一下，可以变成红色的灯，说明它可以正常充电，就这么简单，这问题就解决了。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家用电器的电饭锅里面，它是有一块特殊的磁铁。这块特殊磁铁呢，是和普通的磁铁完全不一样的。它具体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今天我们来把它拆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特别之处。现在呢，我们就把它拆出来。我们呢拆出来之后呢，做个实验，大家就明白它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了。就是这块磁铁，从外观上我们看着它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现在我们把它再拆下来，来看一下，感觉和平常的磁铁外观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个铝的，我们可以找个铁的来吸一下，可以吸上去的。这块磁铁和普通磁铁具体不一样之处就是它的特性。普通的磁铁如果给它加温以后超过100度往上，一般的它的磁性它就会消失。而这块磁铁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特性值一般它就是高温是103度到105度之间，达到这个温度之后，它的磁性就会消失。不过当它恢复常温的时候，它的磁性也会跟着一块来恢复。现在呢，我们就做个实验，给它加温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它的磁性会不会消失。现在呢，我用的是这个风枪，我们给它加热一下，等一下看这磁铁会不会掉下去啊。速度太慢了，我给这个风枪再加下温，调一下温度。掉下去了是吧？磁性消失了，我们看还有一点磁性，不过没有了，几乎都是没有了。等会儿我们等会儿它的温度下降之后，我们再试一下还会不会有磁性。现在呢是没有了，吸不上去了，看是吧？没反应了是吧？磁性消失。好，现在过了有20来分钟了，这磁铁应该已经凉了。我们试一下有没有磁性了。看磁性，它现在呢已经恢复上去了。这磁铁还是比较有个性的，磁性可以消失，也可以恢复。好了，视频今天就感谢大家观看。今天这个视频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手机更换电池的一个教程。其实呢，更换电池是非常简单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华为手机电池已经鼓包了，看一下已经把手机后盖都顶起来了，看到没有？两侧都有这么大的缝隙。我发现就是华为手机和小米手机它这个电池最容易出现鼓包。
更换电池呢，首先先拆这个后盖，用吹风机呢先给它加热一下，加热完以后，再拆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像这种手机充电口两侧没有螺丝的，拆壳的时候呢，就需要用一个这样的硬塑料片。这个塑料片呢，就是蛋糕盒上面都有这种硬塑料片，然后呢，找一个角的位置啊，把它插进去，然后呢，在这周围一圈给它划一圈之后啊，这个后盖就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拆下来。拆这个后盖的时候，有一点也要注意，就是这个塑料片呢，不要插得太深。如果插太深的情况下呢，在滑的过程中就会有可能把手机后盖上面这个指纹排线给它划断。如果划断了以后呢，这个手机就没有指纹了。先看一下里面呢是有一个这样的排线。打开壳第一步呢，首先把这个电池上面这个排线给它先抠开，让这手机呢给它先断电，这样操作是最安全的。首先呢，先把上面的这几条螺丝给它拆下来，然后呢，把压电池排线的这个铁片往上面抠开以后呢，把电池的排线给它抠开。接下来呢，就是用镊子可以把这个铁片再给它翘起来，然后把后盖上面这个指纹排线的这个插座呢也给它抠下来。抠下来之后呢，等会儿拆电池的时候操作会更加方便。电池下面呢粘了很多不干胶，粘的也非常的牢固，所以说直接拆的话是不容易拆下来的。所以说呢，在拆之前呢，要用吹风机给电池先给它加一下热。电池正面加完热以后呢，然后在手机的屏幕这一侧呢再给它加一下热，一直加热到这个屏幕手摸着有些烫手就可以了。然后呢，重点来了，就是呢开始撬这个电池了。找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撬棒，把它插入到电池的一侧，插入以后就这样轻轻的撬，一次呢不要撬得太严重了，要一点点的来，不要着急，不要慌，要有耐性，从上往下一点点的就这样撬。撬完以后呢，撬的如果感觉少，还可以从上面接着往下再来一遍。撬完一侧之后，接下来呢再撬另外一侧，还是同样的方法，就是这样一点点的撬。所以说这个撬电池呢不能心急，只能就是慢慢来，一会儿呢就可以把这电池给它撬下来了。撬完这一侧之后呢，然后接下来还是一点点就这样撬，这样撬完，接着呢再撬另外一侧，就是来回两侧呢替换着撬。给手机换电池呢，其实就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一个操作步骤，只要有耐性呢，一般都能更换好电池。好，我们来看一下，2分钟的时间不到，这块电池就给它拆下来了。然后呢，我们看这块华为电池已经发现鼓包了这块呢旧的就没有必要留它了，扔掉就行了。然后呢，接下来呢，把这手机上面这个不干胶给它清理干净，然后呢，拿出需要更换的新电池，我们拆开包装来看一下其实呢，现在出的这些新电池呢，它都是自带固定电池的不干胶的，也没有必要去单独去买去了。所以说呢，厂家考虑还是比较周全的我们先打开这个电池这个包装，在它的背面是有这个固定电池的专用胶的，然后呢，把上面这个塑料给它揭掉之后呢，然后呢就开始安装电池。安装就更简单了，只需要呢把它放在电池里面，然后这样轻轻的先按压一遍，让这个胶呢让它粘好就可以了。然后呢，安装的时候呢，先扣指纹排线，给它扣好以后呢，再扣电池的这个排线。最后呢，给手机后面这一圈都打上不干胶，然后呢把手机后盖给它安装起来，电池呢就更换好了。